我唯一的朋友是个穿越女，她说她来到这个世界的任务是拯救我，她信我护我，更是倾囊相助我的夫君登上帝位。故事的最后，她找到了情深如许的心上人。她说这里让她觉得温暖，她要留在这个世界。可是后来啊，我快马从边关赶回来，却只看见她苍白瘦弱的身躯，孤独躺在玉棺中，身子冷得像冰。棺椁旁，他的夫君愣在原地一言不发。他的幼儿庆幸低语太好了，我才不要这样的疯子娘亲。我看向站在他们父子身边假意擦泪的女子，我想我不用再装了。今天过后，他们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疯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柱珠划破手腕时，不曾有一丝犹豫。为他看伤的大夫说，他手腕上的伤痕极深，若不是存了必死之心，一般人都下不了那么狠的手，更何况是一向怕疼的柱珠。他平时擦破一点皮，都要包着一包泪来骗我的桂花糕翅。我望着玉棺里的柱珠，他除了脸色苍白一些外，一切都还像活着的样子。他心爱的郎君就站在玉棺旁，粉衫娇俏的姑娘立在他身侧，牵着个跟柱珠有7分相似的小少年。我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，终于明白柱珠为何再不留恋。那姑娘走到我面前，盈盈一拜：“皇后娘娘金安。”我冷眼瞧着她，也不叫起，只盯着她微曲的双腿。身后侍女很快上前，一脚踢在了她的膝窝处，清脆的扑通声传来，我的眉间终于松了2分。楚仪，2声惊呼响起，韩一诺想要上前来扶起，却因为看到我的态度而不敢有动作。韩阳则是看着玉棺，仿佛对周遭的一切都一无所知。道士沈楚楚一声不吭，深深拜了下去。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，是民女不知尊卑，还请娘娘恕罪。我眯起双眼，沈楚楚十分乖觉，她晓得我如今正在气头上，谁来劝都不好使，尤其韩家父子，他们只会更加增加我的怒火，低头认错，反而能将我一军。柱珠玩不过他，我上前2步，流光溢彩的锦鞋踩在他精致的衣裙上，身后很快有人送上座椅。我抬起沈楚楚的手腕，上面是一汪碧绿的镯子。镯子本身并不算十分名贵，只是我晓得，这是柱珠7岁的孩儿韩一诺在书院里赢的头彩。他当着许多孩子的面，说要赢下这个镯子回去送给他娘。是我授意先生将镯子赏给了韩一诺，却不想出现在沈楚楚的手上。我抓住那镯子，狠狠从他手上拔了下来。本宫手滑，姑娘莫怪罪。沈楚楚的手上立刻浮现出了2道红色印记，在她白皙的皮肤上显得格外狰狞。民女不敢。沈楚楚紧咬着嘴唇，模样如她名字一般可怜。柱珠是受不了这套的。每次她生我的气，我只要做出这副模样，她再生气也会忍不住弯起嘴角。这时候我想要的都能从她手里哄出来。可是沈楚楚又算什么东西呢？我伸手抚摸她的耳垂，上面是一对硕大的东珠，是柱珠成婚时我送她的新婚礼物。我取下来时没有半分留情，沈楚楚的耳朵血流如注，韩一诺再也控制不住，跪在她的身侧。东珠是我送给楚仪的，母亲也同意了，还请皇后姨姨不要怪罪楚仪。我把玩着带血的东珠，神色淡淡。倘若本宫非要怪罪呢？没有柱珠，韩一诺在我眼里不过一滩烂肉。我甚少用这样冷漠的语气同他说话，他上前拉着我的衣袍，想要如以往一般卖乖。我眼神一冷，身后侍卫立刻挥刀向前，就要砍下韩一诺的手臂。什么下贱东西，也敢攀扯皇后娘娘！我不再理会吓得脸色发白的韩一诺，挥手让人带走柱珠的玉棺。韩阳仿佛突然惊醒，拔剑拦在玉棺前。我不许任何人带走珠儿。韩阳毕竟是朝廷命官，还与魏延礼关系密切，侍卫们并不敢对他动手。没关系，我亲自来。我一剑刺向韩阳，不曾有一丝犹豫，剑锋触及他身体的一瞬间，有重物袭向我的颈肩，我淹没在一片黑暗中。动手的是魏延礼。下人虽不敢明说，但是胆敢对我动手的，普天之下只有一个魏延礼。他不敢来见我，只让人送来了圣旨，追封柱珠为大长公主。我画烂了圣旨，用魏延礼送的金簪。
工人跪了一地，长乐宫一片寂静，直到魏延礼前来。福玉，祝珠已经死了，你若不满意，朕还可以给他更尊贵的追封。我杀了沈楚楚，再给他追封皇后，你以为如何？魏延礼不吭声。我要他们陪葬。这不可能。好。我的话接得异常的快，魏延礼也没想到，猛地抬头看我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好，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做。我不许任何人为祝珠社灵堂，他们都没有资格。然后我派人去收回与祝珠有关的一切东西。韩阳持剑不允。沈楚楚跪在一侧，贝齿紧咬着下唇，不曾说话。我不过一抬手，侍从便鱼贯而入，将韩阳死死压住，膝盖重重磕在浴室地板上。昔年他求娶祝珠时，也曾这般跪在我面前。他与祝珠私相授受，被我发现，为了祝珠的名声，我不许他们来往。韩阳当着后宫诸人的面跪下，求我允了他们的婚事。我不点头，纵然他与魏延礼交情再深，也无可能求下一道赐婚旨意。那时我问祝珠，嫁了他，你可就不能回去了。祝珠脸上微红。福玉，他说这一生只会有我一人，我想试试。倘若错了，那便错了。祝珠看似柔弱，实则聪明倔强，我是亲自领教过的。他选择韩阳时有多坚定，决定离开时就有多决绝。幼年时他总是教我上兵伐谋，攻心为上。那时我不过8岁，府里的庶妹抢走了母亲留给我的遗物，一件锦袍。我向父亲告了状，父亲说，那袍子让野猫挠破了，回头父亲再为你买一件。后来我路过庶妹住的院子，她正和其他小姑娘炫耀新得的锦袍如何华美，做工如何精致，上面点缀的宝石又是如何珍贵。在众人的惊呼声里，我拿着剪子从庶妹身上将锦袍划烂成一条条碎状。父亲赶来时，庶妹被我压在地上，连哭都忘记了，直到看见父亲，她才惊恐地喊着救命。我握着滴血的剪子，冷静地看着父亲。野猫挠坏了我的袍子，父亲记得再为我买一件。或许我的眼神太过平静，父亲竟然也忘了责骂我。我在众人让出的一条宽路上一步步走了出去。第二日，一模一样的锦袍就送到了我的院子里。听说庶妹的姨娘掏空了体己，才堪堪治好了她身上的伤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在我住的院子附近见过她。京城里多了我的传说，说我残忍嗜血，时常半夜出走伤人。祝珠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身边。礼部尚书家的姑娘将我推下湖水，我扒住石头，自己爬上了岸，拽着她就扔进了湖。她几乎没了半条命。礼部尚书求到皇帝面前，要父亲严惩我。皇帝询问了当时的情况，无一人愿意为我作证，只有祝珠站出来。是李姑娘先对晋姑娘无礼在先，若是要罚，也应当一视同仁。皇帝了解了前因后果，没有责罚于我，反而勒令礼部尚书要严加管教子女。我从前只晓得谁欺负我，我就杀了谁。但是祝珠跟我说，不要为了惩罚别人而赔上自己，不值得。要让别人受了苦，还不能怨你。我警告过他别靠近我，我身上有毒。祝珠不听。没关系，我自带解药。后来啊，我犯事的时候，总有祝珠给我善后。再也没有人说我是蛇蝎心肠，他们都说我是失了母亲的小可怜，被姨娘庶妹欺辱。我问过祝珠为何帮我，祝珠说我这样好的名声和家世，将来说不准还能嫁入皇室，她要抱好我这条大腿。我不信。直到我及笄那年，定下了与太子的婚事，祝珠才将实话告诉我。他说他是来自异世界的人，来这里只为救赎我。如果他没有干预，那我会走上毁灭整个王朝的轨迹。而如今我的人生已经回到正轨，他也要准备离开了。祝珠说他在这边的肉体死亡，就能直接回到原本的世界。他很喜欢那里，我不能强留他。是韩阳留下了他。那时我也是高兴的，可我没想过还会有一个沈楚楚。祝珠的死的确是给了韩阳不小的刺激，他如今正是最痛苦的时候。可是要不了多久，他就会忘记自己犯下的罪，继续他辉煌灿烂的人生。而我的祝珠却要埋在地底下孤独寂寞。我不允许。韩阳被压在院中，
我的人从韩府找出了他们昔日的婚服，这是祝小姐大婚时的婚服。我漫不经心地抚摸护甲，烧了。这是祝小姐置办的家具，砸了。这是……我要韩家三人眼看着我一件件清理柱珠存在的痕迹。韩一诺还不明白我要做什么，只有韩阳目眦欲裂，他不断低吼着：“你住手，你住手，珠儿会回来的，他会回来的，他不过是同我闹脾气，就像平时那样。”我啧了一声，装给谁看呢？我手下将士得力，很快便将韩府拆了个干净，除开这座宅子，府中竟没剩下什么东西。这一家人喝着柱珠的血，却将他逼上了绝路。我闭上眼睛，嘴角反而微笑起来。既然你们如此情深，那我便做主，将沈楚楚正式赐予你为妻。日后，韩一诺就是他的孩子。听到这话，沈楚楚喜出望外，他正欲磕头谢我，韩阳却出言反驳：“我此生只有柱珠一妻。”韩一诺却喜滋滋地跪到了沈楚楚的边上，迫不及待地开口叫了娘。娘，孩儿终于等到你做我的娘了，我才不喜欢那个母老虎。说罢，他又转头看向韩阳：“爹，你不是也说楚仪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子吗？”韩阳煞白着脸，不肯接话。我轻笑一声，留下了赐婚懿旨。他们不是情深如许吗？那就如他们的意，省得脏了柱珠的名字。临走时，我丢出一张纸，纸上有2字格外清晰：休夫。韩阳，你不配与他死同学。韩家的事闹得鸡飞狗跳，沈楚楚甚至不顾脸面，去求了魏延礼的圣旨，嫁入了韩家。听闻这个消息时，侍女都小心翼翼瞧着我，想要从我脸上看出半分失态，我却始终只是淡淡品茶。这茶不行了。我不光对沈楚楚嫁给韩阳的事情无所动容，甚至亲自赐了几位美人给韩阳，其中一位酷似柱珠，一入府便夺了沈楚楚的光芒。韩阳日日留宿于他房中，忘情之时还会喊着柱珠的名字。那人向我汇报时，我往窗外泼了一杯茶，下回他叫错名字时，记得堵住他的嘴。柱珠才不想从他口中听见自己的名字。美人得了韩阳的宠爱，时时处处挑衅沈楚楚，用的都是他曾经用过的伎俩，比如称病诬陷沈楚楚下毒，比如宠着韩一诺无法无天，比如故意和沈楚楚相遇，害得沈楚楚昏迷3日不醒，最后被美人一针扎醒。那一针扎的沈楚楚指尖鲜血直流，痛苦直接让他醒了过来。他同韩阳告状，他故意的，他是故意的。韩阳却皱紧了眉：是你告诉我，轻轻一撞不会昏迷3日，扎指间能醒，说明只是睡着了。沈楚楚哑口无言。当日他害了柱珠，又倒打一耙时便是这么说的。韩阳信了，还将柱珠一顿斥责，说他为了争风吃醋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如今这针扎到他自己身上，他却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解。他不敢把当初的事情真相说出来，怕更加失了韩阳的心。好在还有一个韩一诺，他心下定定。然而那边的韩一诺正和小厮斗蛐蛐，他那蛐蛐是趁沈楚楚昏迷时威逼账房拿出来的千两金子买下的。沈楚楚发现账目不对时，赖他蛐蛐的人早就出了京都。没有了柱珠的嫁妆，韩家根本没有几两银子，韩一诺直接花掉了韩家今年1年的吃穿用度。沈楚楚气得打了他2下，韩一诺是被他自己惯出来的。你这个狐狸精，你害死我娘，现在还想打死我。他们说的对，你就是个狐狸精，我要找我爹打死你。这话更加让沈楚楚气昏了头。等他回过神来，韩一诺已经被他打得出气多进气少。韩阳回来时，正好撞见韩一诺虚弱的求救：爹爹救命！这一出大戏，不过2日便传得满城皆知。韩家既是善妒，不但容不下皇后亲赐的美人，还将原配留下的嫡子打得半死。这都是沈楚楚对柱珠做过的事，我不过是以牙还牙。他在韩家举步维艰，终于把信递到了宫里。魏延礼来寻我，请我高抬贵手。福玉，你也闹够了，再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好。是吗？我不觉得。这件事朕有愧于柱珠，日后朕自会向他赔罪，你也莫要再迁怒旁人了。魏延礼叹了口气，似乎想要求和。
我悠悠看了他一眼，什么也没说。他大概是忘记了，我从来不玩迁怒这一套，谁犯的错，谁就要付出代价。韩家的事是魏延礼下旨平复，只是他不懂，内宅的事不是一道旨意就能解决了。沈楚楚已经失了韩阳的宠爱，又与韩一诺离了心，魏延礼再护着他，也不可能将手伸进韩家内宅。但我可以。再次见到沈楚楚的时候，他已经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，魏延礼差点没认出他来。楚楚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阿兄，你救救楚楚，我不过是想与心爱之人厮守，我有什么错？是，楚楚没错，阿兄一定为你讨个公道。我听见他们的对话，嗤之以鼻。什么下贱坯子，也配谈心爱之人？沈楚楚住在了宫里，在魏延礼的授意下，人人都唤她沈姑娘，无人记得她是韩夫人。她千辛万苦求来的韩夫人。在我又一次进入魏延礼寝宫被阻时，我将消息送到了韩府。沈楚楚以为将我拦在殿外就能保住她的位置，真是蠢极了。我可不是猪猪，猪猪做不来伤敌1000自损800的事，可我不在乎，哪怕伤敌100自损1000，我也下得了手。韩阳来了我宫里，胡子拉碴，一副破败的模样。你信上说的可是真的？韩阳，我是晋福玉。晋福玉这一辈子便是被打断全身骨头，也不曾说过一句谎。他似乎是想起了什么，忽然疯狂大笑起来。我早该知道的，我早该知道的。猪猪那么善良，怎么会做出那些歹毒的事情？是我猪油蒙了心，是我活该。晋福玉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你可否？不可。不等他说完，便直接拒绝了他。你和沈楚楚的事情，不要再牵扯到猪猪身上。我不想他再沾染上一丁点的脏东西。脏东西。韩阳低声重复了一句，然后边哭边笑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脏东西。门外突然响起通传声，是魏延礼带着沈楚楚进来了。魏延礼将他养得精细，虽然看起来依然纤弱，却不似前些日子的虚弱，反而平添了几分弱柳扶风之姿。他看见韩阳，忍不住往魏延礼身后躲了躲。魏延礼护着他，皱眉看向韩阳：你是来接楚楚回家的吗？不是朕说你，猪猪的死你不能迁怒楚楚。陛下，臣愿以一身军功，求您一个恩典。什么？魏延礼下意识地问。我要和离。我在身后看着，险些笑出声来。男人就是这样，无论从前如何稀罕，一旦到了手，都是蚊子血。猪猪如此，沈楚楚也如此。方才还躲在魏延礼身后的沈楚楚，听到韩阳的话，脸色也不过白了一瞬，却没有出言拒绝。他不是傻子，他晓得韩家已经没有了他的容身之处，倒不如抓着眼前这棵大树。魏延礼虽然不能纳他为妃，却比韩阳更能护着他。只有一件事他没有想到，魏延礼这棵大树是我亲手栽下的，我也会亲手拔除。魏延礼的皇位有一半该我来做。我嫁给他时强敌环伺，他一个失了母族的人，胜算并不大。是我为他拉拢了边关大将，猪猪为他拢住了朝中文官。在他登基之前，我被他最大的对手掳走，他用尽了一切办法，要我改口污蔑魏延礼，好把他拉下皇位。我清醒地看着他用小锤子一块块敲碎我的骨头，我额头全是冷汗，却还笑着挑衅他。就这力气，再敲几根吧。魏延礼将我救出的时候，我几乎成了一坨软肉，是靠着皇室的一颗救命神药保住了一条命。为了让我休养好，魏延礼将我送去了江南的行宫，不许这边的事再打扰我。我信任他，也信任猪猪，将亲信都带去了江南，顺便帮他平了江南水患，消弭了一场大灾。沈楚楚的事情他下令瞒着我，猪猪怕打扰我休息，也不曾传信给我。若不是从京城来的夫人说漏了嘴，我连猪猪的死讯都不会知晓。我跑死了3匹马进京，浑身骨头疼得像10000只蚂蚁在啃噬我，却只见到了猪猪的玉冠。魏延礼说：算了吧，福玉。算了。我怎么可能算得了？他忘记了，猪猪为他挡过毒酒，毒入肺腑，险些一尸两命。韩阳忘记了，猪猪放弃一切下嫁他，舍弃了过往的所有，选择了他。沈楚楚也忘记了，猪猪将他从死人堆里救出来，给了他身份，
给了他活下去的机会。他们都对不起柱柱，凭什么要我算了？我要算，还要算得清清楚楚，一笔一笔都从他们身上讨回来。韩家已经废了，韩阳不肯上朝，天天在家里挖坑，想要找到柱柱留下的一星半点痕迹。在发现果真寻不到半点踪迹时，就跑出门去寻柱柱的尸身。他听闻柱柱想要葬入海中，便一路沿着水域南下。韩一诺不肯上学，整天嚷嚷着要见他娘亲，说他想听娘亲给他讲猴子的故事。昔日门庭若市的韩府，如今门可罗雀。可魏延礼已经顾不上韩阳了，江南叛变，形势十分危急。他来我宫里时，眼下挂着2块十分明显的乌青。福玉，江南叛变了。他的语气十分疲惫。也是，没有我和柱柱的相助，魏延礼这天下未必就能做得稳当。他求我为着百姓再助他一次。我笑着说好，我要沈楚楚的命。别闹了，她不过是一介孤女，碍不着你什么，你又何必如此容不下她？沈楚楚的命换5万大军虎符，你意下如何？这便不只是助他平定叛乱，是要将5万大军送给他了。魏延礼沉思了一盏茶的时间，做出十分纠结的模样。你若真如此恨他，那便依你吧。说完，他便渴求地看着我。我也十分乖觉，从内室取出了虎符。今日我便要看到人。他满口应下，眼中却只有那枚虎符。我将他的所有神情都收入眼中，心下不由得嘲讽。时至今日，我才终于看清这个人。午膳之后，他便派人送了沈楚楚来，那已经是完成时。沈楚楚躺在一辆板车上，脸色煞白，唇角还有着一抹乌黑的血迹。我瞧着他葱白的指尖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有我的5万大军相助，江南叛乱一事很快定论。魏延礼好不风光，连带着对我也不似从前。自从沈楚楚死后，我便深居简出。听闻此次平叛，不少人家都出了力，魏延礼要论功行赏，大半人都盯上了他的后宫。魏延礼的后宫只有我一个人，从前无人敢劝他选秀内妃，只因我手上有着5万最精锐的军队，魏延礼忌惮，朝臣更是讳莫如深。如今这大军已经到了魏延礼的手上，他们也有了军功，再提选妃一事，便也不需再忌惮我什么。人总是不知足的，就像韩阳，当初他求娶柱柱的时候，曾许下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诺言。柱柱说他不想要孩子，韩阳便说此生只守着他也够了。可是后来他旁敲侧击的让柱柱怀上了他的孩子，还险些命丧黄泉。柱柱拼了性命留下的孩子，也没换来多久的真心。不光是这个男人，连他血脉相连的孩子都背叛了他，他们想要得更多。韩阳曾经问过柱柱，愿不愿意多个姐妹和他作伴，柱柱严词拒绝了，连打边鼓的韩一诺都受了罚。这件事柱柱曾在信里与我提过。福玉，你说我是不是选错了？很多事情那时便有了端倪，是我没有及时察觉。选妃一事提上日程的时候，魏延礼还曾来宫中同我道歉。对不起，我如今是天子，总要制衡各方势力。福玉，我心里始终只有你一人，你且信我。我想他大概是忘记了，昔日我侥幸捡回一条命的时候，他曾指天发誓，这辈子我只会有晋福玉一人，如违此事，尸骨无存。我那么信任他，去了江南还不忘助他稳定江山。如今不过数载，他便全然忘了。又或许是久居高位，早便想越过雷池。也是，连韩阳得势之后都会得陇望蜀，何况是至尊的天子。我将要之一饮而尽。陛下放心，臣妾都省的。我没有的，魏延礼怎么能有？选秀那日，我不曾出席。魏延礼日日在辛纳的妃嫔处留宿，宫中都在传言皇后失宠了。没有5万大军做底气，我这个皇后也不过是个空壳子。如今大概是魏延礼这辈子最得意的时候，大权在握，美人在侧，毫不惬意。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每日愈发困顿的精神。太医院来请脉时，总是说他身体极好，比20岁的青少年还要来得健壮。后宫里陈妃有喜的消息，更是让他忽略了那一点不适，他喜不自胜。陈妃便是沈楚楚，她来我宫里挑衅时，
我连眉毛都没抬一下。你信不信，我能杀你第1次，也能杀你第2次。魏延礼让他假死，我早便知道，不过是陪他演戏罢了。沈楚楚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。晋福玉，你还在嘴硬，驻珠没用，你个短命的更加没用。不等他反应过来，我一剑削掉了他的头发，他以为我要杀他，吓得尖叫都忘记了，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一阵污臭味从他身上传来。魏延礼闻讯赶来，也瞧见这一步，不自觉地后退了3步。来人，快扶陈妃回宫。看着沈楚楚离开，他才把目光转向我。福玉，我不必说，我知道你有苦衷，横竖我是个短命的，日后这后位你都可以给他。我笑得十分开怀，他却突然冷了脸。谁说你短命的？胡说八道，不是吗？你早就知道了啊，我这破败的身子本就养不好，你不必顾及我。魏延礼，反正我也不会原谅你。我在笑，他却笑不出来。他攥紧了拳头，丢下一句话就落荒而逃。我不会让你死。我漫不经心地拨弄着护甲。我死不死有什么要紧的？要紧的是你们都要死啊！魏延礼一面护着沈楚楚的孩子，一面派人给我诊脉开药。我一碗接一碗地喝，从来不曾拒绝。沈楚楚的孩子降生那日，也是魏延礼成魄之日。他要晋沈楚楚做他的贵妃，要让这个孩子做他的太子。我在他身后忍不住开口：我看不必立太子了，反正你皇位也没了。魏延礼猛然回头，瞧见我身后站着的诸位将军。世家之人不会站在我这一边，但是撑起这片江山的文武百官却有大半收归我手。魏延礼要用虎符才能号令的大军，我不过一句话就能带走。他气急败坏地看着我：晋福玉，你要造反吗？朕何时薄待过你？祝珠死了，朕给了他追封，允许你一切胡闹，连韩阳我都任你处置。就算是朕纳了妃子，也不曾动摇你的皇后之位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？旋即他又看向我身后：还有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朕才是皇帝，你们要效忠的是朕。我身后立刻传出回答：我们不需要一个只会卖国的皇帝。魏延礼以为做皇帝只要顺从自己本心就好，天下人都要为他喜怒哀乐让步。匈奴攻城，他畏畏缩缩，不肯派人支援，害得边关数万将士力竭而亡，城内百姓血流成河。明明有着远胜匈奴10倍的兵力，他却选择割城求和。文武百官请命北伐，他却浑不在意。管那苦寒之地作甚？咱们都城不是照样繁华？我看着跪了一地的官员，终于看透了一件事：当你从表面看到一个烂了的苹果，那里一定早就烂透了。魏延礼就是这样。我以为他只是背信弃义，登高望本，却发现他本就是自私薄情的人。在我号令下，魏延礼被丢进了天牢。沈楚楚醒来后，身边只有一个小宫女，她抓着人问：陛下呢？小宫女颤颤巍巍：在天牢里。你疯了吧？晋福玉叫你这么说的？这种鬼话他以为能骗到我？陛下可是说了，我生下孩子就封我做贵妃的。他不断在寝宫里呼喊，却没有一个人理会他，就连先前的小宫女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。宫里没有蜡烛，沈楚楚在黑暗中到处呼喊，却不知白天黑夜。这也是我嘱咐的，将他所住的整个宫殿都盖住，不让一丝光亮透进去，也不让沈楚楚听到一丝声音。我要他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。祝珠走不出来，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扛得住。韩阳得到消息回京时，我早已扶持了新帝上位。他跪在我面前：我以为你只是恨我，原是我错了。那你可能弄错了，我从来不恨你。他抬头看我：我不过想弄死你。人总是要说到做到的。就像我小时候，父亲说猫儿挠坏了我的袍子，我不要坐实这话，要他赔我的新袍子。韩阳说他以性命求取祝珠，那他悔诺之后，我要他性命也合情合理。祝珠不在，没人教我应该怎么做，那就按我的标准做。他想替魏延礼求情，却被新帝派人乱棍打了出去。我有些乏味，去天牢见了魏延礼，他早就不复先前风光时的模样。你来了？是啊。
我蹲在他面前。匈奴来求和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愿意献降，唯一条件是把你交给他们。方才还一脸淡定的魏延礼瞬间变了脸。你做了什么？别紧张，我也就是换了你给他们的布防图，活捉了他们的王而已。牺牲一个你，换万千百姓安宁，不是很划算吗？魏延礼激动起来，伸手就要来抓我。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！朕是皇帝，朕是九五之尊。我拍了拍衣裙上的灰，让外面的人进来。送过去吧，别让匈奴使者等急了。我不会脏了自己的手，柱柱教的，我没忘。魏延礼到了那边没撑过3日，听闻使馆中日日有惨叫声传出，匈奴一寸寸敲碎了他的骨头，如同当年他的政敌敲碎我骨头一般。不过他不争气，我可是一声没哼的。我坐在使馆对面的酒楼上，看见匈奴人丢出了一团烂泥，很快有人一脚踢开。什么烂污东西，挡着本少爷翻本了。韩一诺那一脚丝毫没留情，本就只剩一口气的魏延礼登时就咽了气，而他一头扎进不远处的赌坊，里面传来十分热闹的吆喝声。傍晚时分，终于寻到这里的韩阳找到了不成人形的魏延礼，从旁人口中知道了最后不缴的正是自己的儿子。他提着刀冲进了赌坊，再出来时，白色的刀刃已然见了红。侍女打听后回来告诉我，韩一诺用一只手断绝了和韩阳的父子关系，死在赌坊都不愿意出来。韩阳在赌坊旁边躺了几日，才被人发现已经泄尽。他割断了自己的手腕，选择了和柱柱一样的方式，怀里还揣着一只断手。我去瞧热闹时，韩阳仍然没有闭上眼睛，周围人大声交谈。听说这是从前的韩阳韩大人，昭阳郡主的夫君。那他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？听说他背着郡主和一个孤女不清不白，把好好的郡主给气死了，连带着儿子都染上了毒瘾。哎呦，毒瘾那可不是小事，韩家这是完了啊！谁说不是呢？原来当官的也这么惨哦，我这心里不知道怎地怪痛快的。我正听得津津有味，新帝派人来寻我。那宫里没声音了。我点点头，去了沈楚楚的宫里。揭开黑布之后，他满面惊恐地倒在宫门口，只差一步就能出去。我让人将他的孩子抱来，在他面前哭了2声，毕竟是他的孩子，总要哭一哭以见哀思。新帝问我如何处理这个孩子，我只说让人丢到看不见的地方去。我可不是宽宏大度的人，做不到不迁怒沈楚楚的孩子。让人把他丢到柱柱就回沈楚楚的地方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喉咙里冒出一股腥甜，我晓得时日无多了。好在也都清理得差不多了。我闭眼之后沉沉睡去。柱柱，你瞧，他们对不起你，我让所有人都赔了罪。来日相见，你可莫要怪我狠毒。许久许久，我的耳边响起熟悉的声音。福玉，是你吗？柱柱穿着我不曾见过的衣裳，笑得一脸开怀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